大家好，2021年有一个年度的关键词，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它叫做破防。那么，为什么今年的人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要破防呢？我个人以为，因为我们从真实的个案当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包括那些我们深藏内心很难表达出来的心事与苦楚，或者说羞涩与憋屈。于是乎，在一种共鸣当中，我们找到了心灵的缺口，于是乎，我们的情绪便呈现出了倾泻而出的样子了。而破掉我们最后防线的那个阀门，不是别人，不是外界，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的柔软和共情。王一博无疑是不少铁粉们的破防的关键字了，而赵丽颖同样也是任达华以及其他2位天华巨星的破防的钥匙。前者让人看到了生活的不易和永不放弃，后者则是让人看到了丝丝入扣的演技和出神入化的精彩。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永远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话说国内某知名的国际投资机构突然之间更换了公司内部的打印设备，原因居然是王一博，您猜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该机构的主管偶然之间发现多位90后的女员工居然偷偷的用公家的彩色打印机去打印大幅的王一博的彩照。这个现象只是社会冰山的一角而已，同时也是一场投资人和年轻少女们之间的所发生的一场无声战争的小胜利。至于谁胜谁负，您知道的了。看得出来，那个40+男性几乎没有时间去看网剧、去追综艺的投资人或者说主管，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从偶然发现女孩子们秘密的那一刻起，王一博这3个字已经悄悄地成为了不少偶像常识荒漠当中注定都会碰得上的顶级流量的代名词了。于是乎，不少只讲一心钱生钱的投资人或者说企业家们，都纷纷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纷纷的碰上了这么一个原本这辈子都始料不及的，本来属于娱乐圈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王一博。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近20个月的时间里面，王一博的代言的数量已经爆炸式的几何性增长了。截至2021年的11月份，王一博的年度新增代言数就已经超过了15个了，总代言总数更是超过了40个了。如果算上他以体验、品牌伙伴、植入等等的模式合作中的品牌，王一博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已经和超过200个品牌及其产品有过联动了。在市场行情并不乐观的2021年的演艺圈当中，王一博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代言之王了。在上个月公开的信息当中，男性艺人当中，这个王一博已经官宣代言的代言数，比第2名、第3名各自都多出了14个和18个。而在年度新增代言数上，王一博照样名列男性艺人的榜首。截至目前为止，风起洛阳的豆瓣影评打分人数已经达到了 15.6 万了，这是2021年豆瓣打分热度最高的本土剧之一了。而在爱奇艺的平台，风起洛阳的平台热度更是达到了9257的历史新高度了，已经妥妥的成为了爱奇艺年度人气最高的独播剧了。站在更广域的视角下去审视的话，王一博无疑是一个试吃西红柿的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在偶像政策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这个寒冷的2021年里面，
作为崛起于旧政策时代的王一博，居然逆势飞扬，成功的打通了一条新的偶像产业的道路。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新闻我总结了一下，如果要花开两朵的话，其中的一朵就是老路新走了。话说这个月，也就是12月9号，娃哈哈集团正式宣布，宗辅利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责，并将负责娃哈哈的日常的工作。而这个宗辅利对流量之王王一博一直都特别的看好。早在今年的5月份，娃哈哈就已经官宣王一博出任了生气波波系列的代言人。在此后的1个月的时间里，娃哈哈顺利的品尝到了王一博的红利了。王一博代言生气波波之后，该产品的月销量就惊人的扩大到了此前的数十倍之多。跟着在618期间，生气波波通过在王一博的粉丝群造势营销，瞬间就获得了大量的粉丝订单，甚至还一度成为了该品类的销量榜首。有趣的是，我用的瞬间的这个词儿一点儿都不夸张，因为当时官宣王一博的时间点刚刚好卡在了夜间。结果呢，大家都想不到的是，就在0点的前后，同一款的产品的销量居然出现了天翻地覆的瞬间的变化。在官宣代言人消息一经确认之后，超过9万箱的产品在短短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瞬间售罄。这种影响力的10分钟的恐怖效果，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受得到深深的震撼感。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品牌也同样感受到了王一博的代言魔力了。某个本土头部服装品牌在官宣王一博成为代言人之后，在72个小时之内，电商平台上的几款产品就已经从在售的状态改为预售的状态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3天之内，王一博的号召力就顺顺利利的清仓了该品牌的现货库存了。而在之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但凡王一博任何街拍甚至谍照当中，只要有该品牌的衣服或者说鞋子露出来了，往往就能保证在10个小时的时间内便能够让同款销售一空了。这种超级火爆的代言的魔法，甚至让一些王一博粉丝团的负责人，也就是俗称的粉头，都一道品尝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荣华富贵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且听我慢慢道来。众所周知，在8月底、9月份的时候，正是娱乐圈整改风暴雷声特别大，雨点也是特别大的时候。所有打榜的玩法都被一刀切的明令禁止之后，比拼明星们的代言产品及其代言的销量，突然之间成为了饭圈残余力量的最后的渠道了。因为粉丝的忠诚和能量需要渠道去释放，于是乎大家伙从打榜的支持延伸到了电商平台上的销售榜单上了。这个电商平台跟着成为了粉丝们转移视线、展现忠诚和应援能力的情绪的释放值了。尤其是我刚刚提到的代言人官宣的时候，照片上所呈现出来的同款的产品就是这么一回事了。这种死忠与火热真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我想王一博应该是无言感激的了。早已形成的饭圈的力量已经转型成为了王一博2个月后变成为主流的背后极其重要的关键的逻辑和核心的秘密了。王一博背后的粉丝的力量以应援的心态去拉动了消费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营销的打法。
正是因为饭圈原有的主流的平台被权力机关大力的整治之后，这种变现成为电商端的无形的榜单、无形的打榜，让王一博重新破圈而出了，再上了另外一个巅峰了。今年的10月份，一些品牌为了寻求市占率，与一些王一博粉丝团的负责人直接的实现了对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饭圈文化塌房之后，消费力量的一次重新的整合和成功的转移。从那个时候起，手握大量粉丝群的粉头们开始成为了部分消费类品牌的座上宾了。在粉圈整治政策雷霆出台之后，一些中腰部的粉头都对前途感到了极度的悲观，甚至不少人都想跟着爱豆一起去上岸算了，或者说回家去考公务员算了。结果呢，1个多月之后，不少的粉头居然被多家的品牌方诚意的邀请去洽谈未来的合作。非常有趣的是，因为王一博顶流变现成为主流的转型的成功，粉头经济原本都是粉丝周边的边缘代工厂、偏方或者说一些音乐团队，结果现在呢，全部都是大牌的服装界、美妆界，乃至于消费类、电子类了。不能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吧，但至少一博转型，粉头受益是实打实的，是真实的。因此2021年其实是一个原本非常糟糕的年份，不少消费类的赛道都在为转化效果太差而苦闷发愁，而粉丝的转化能力往往远超了直播直销或者说平台的种草，而电商端的榜单渠道刚刚好碰撞上了饭圈文化的打榜的诉求，于是乎整个因着王一博所带动起来的逻辑链条便水到渠成的出现了。说白了，品牌方看中顶流艺人王一博，就是看中了王一博的号召力、影响力以及背后庞大的消费的人群。从长远上看，品牌方渴望的是把艺人们的粉丝终极转化成为自己品牌的私域流量，因此从短期上看，都是大家伙肉眼可见的一波接一波，或者说一博接一博的官宣代言人的消费的热潮了。花开两朵的另外一朵就是王一博的自救了。刚才说了那么多，都逃不了极为关键的核心的一点，那就是王一博是如何从顶流变身成为主流的呢？说白了，娱乐圈整改风暴发生之后，王一博本人的态度实际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影响了王一博命运的最终的走向。特别是 Nike 事件发生之后，公司的所有的高层都想再观望一下下一步的态势，以不变应万变。但是王一博本人当时就态度非常坚决、非常鲜明的要终止合作，甚至提出要自掏腰包去承担所有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政治敏感度超高的这个王一博及其核心的铁粉们相互的拱卫，成为了最坚决断绝相关合作的人。在这期间看得出来，最为关心王一博本人利益的其实就是他自己和那些真爱他的铁杆的粉丝们，而对于包括乐华在内的其他人而言，王一博更像是硕大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因为流量偶像难逃棋子的命运，像张哲瀚一样，随时都是被舍弃的棋子而已。当资本方面对更大的利益考量时，流量艺人们都是渺小的存在了。这种情况在韩国和日本，偶像同样是处于整个产业链偏低的一个位置，在中国的市场同样也一模一样。
这一点，聪明的王一博比谁都明白，而且他更加懂得，能够帮助流量偶像持续破局的作品，不是音乐，而是综艺，而是电视连续剧，甚至于电影。因此，从王一博早期的崛起之路，有心之人都能够看得出来个中的痕迹的。当年其实不是陈情令，而是天天向上，才是王一博崛起之路的第一个关键性的钥匙密码了。通过周期性的综艺节目，王一博有了一个持续和公域流量接触的高光的窗口，而这就是王一博持续获得流量的关键的所在了。王一博在早期就已经通过不少的现场会、见面会以及不少的作品，已经获得了为数不少的种子用户了。而天天向上不仅让他获得了高效的公域流量的窗口，更帮助王一博完成了自己的用户基数的扩展了。早期王一博的这个成功的路径，跟今天不少新消费品牌的跟风的玩法简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从小范围测试到公域获客，再到爆款出圈，最后沉淀私域。于是乎，当火山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个王一博就顺顺利利的通过陈情令，立马实现了固有粉丝基数上的几何型增长的终极的梦想了。有意思的是，当王一博通过陈情令爆火之后，乐华并没有先知先觉的匹配上足够优质的开发的团队，这对于偶像经济圈来说真的是后知后觉，得势不得分了。结果呢，9月底蛰伏1个月了，已经按捺不住的这个王一博开始展开了自己的商业自救的计划了。很明显，他去玩赛车，去玩滑板，大家伙都知道，这些都是王一博的个人的兴趣而已，跟乐华无关，更不是公司的受益。结果呢，正是因为这些的爱好的噪音，让王一博迅速的获得了很多头部品牌的关注和青睐。值得注意的是，在陈情令大火之后，王一博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在公域流量端高频的分享自己的这些爱好。而在当时，这种热衷于赛道滑板的这些纯属酷盖性质的流量偶像并不多。于是乎，后来那些国际顶级品牌跟王一博互动开展的深度的合作，恰恰都是因为王一博大火之后，开始有意识的深耕赛车、滑板等项目之后的聪明举动和连串的动作了。王一博之所以今年突然爆发出这么多的代言，完全离不开长时间的默默的深耕，以及有意无意的宣传，因此其形象所导流出来的高品质的粉丝群价值，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的敲门砖了。事到如今，服装品牌和王一博合作的根源，大家伙都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了，都是王一博通过赛车、通过滑板、通过街舞等等等等兴趣爱好和手段，慢慢吸引住的年轻群体，尤其是那些具备高客单价消费能力的年轻女生们。从这个角度上看，随着饭圈时代的结束，偶像经济已经进化成为了另外一个维度了，那就是王一博已经通过自己的聪明和科学的思路，圈出了商家急需的更为精准的消费人群出来了，因此让王一博的爱好为品牌方呈现出了一个深具价值的投放的接口了。当然了，到目前为止，王一博的故事在乐华公司自己的内部依旧被视为100%的运气的成分而已，因为乐华公司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去培养哪个艺人去走上赛车之路的。因为对于乐华公司而言，榨汁机是它的资本的属性，而艺人本身只是个关键的资产而已。2022年，新闻我感觉通过王一博的成功，
相信未来的经纪公司们会深刻的考虑和大热的短视频平台合作，快速的制造垂类偶像出来的。这会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培养偶像的捷径了。只是这种理想却又离不开那种打磨艺术品的传统的手法，也就是说，需要旗下的艺人们从10岁开始走一遍练习生的底蕴、特长和才华。鱼与熊掌是对旧经纪公司投产模式的一种颠覆性的思考，同样也是新经纪公司弯道超车的思想上的困局了。说实在的，乐华想不到王一博，也彻底低估了这个王一博。王一博居然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多才多艺和广泛的兴趣，自学自研，琢磨透了一条立足过去、吃准未来，说白了也是狡兔三窟的生存之道和以变应万变的转型之路了。翅膀硬了，就能飞得更高了。如果您感同身受新闻我对科学王一博的科学的分析，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硬翅要赞这4个大字，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王一博在2个月的蛰伏期当中，通过自己秘制的科学的配方，鬼马的打造出了一对冲破樊篱的坚实的翅膀，这注定是 99.99% 的人都无法参透的，甚至包括乐华公司内部的所有人。众所周知，由赵丽颖、肖央、董子健联合主演的《谁是凶手》一开播即走红，口碑和话题的讨论热度跟风起洛阳一样，都是居高不下了。该剧在不长的播放体量当中，走心的加入了大案中套小案的叠加的模式，由人引出了案，再由案引出了人。随着情节上的不断的推进和迅速的变化，信息量变得越来越大了，线索和细节也跟着逐渐的水落石出了。观众们的肾上腺素更是天天都在飙升当中。正如新闻我反复强调的，作为主演的赵丽颖这次真的是不一样了，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偶像剧的包袱和影子了。这个黑化版的赵丽颖给人一种酷冷和狠辣的感觉，她的眼神杀里面都是戏。这和她平时那些美丽大气的精致的装扮比起来的话，这回的飒冷的扮相给大家伙完全是耳目一新的感觉了。特别是赵丽颖和肖央、董子健2个人同场飙戏的时候，她的演技不仅仅不拉胯，甚至眼神杀的锋芒有掌控一切的味道出来了。当然，这种赵丽颖所特有的现场的投入，让谁是凶手的导演再次深有感触了，再次大叹赵丽颖非常拼命。近日，香港巨星任达华在出席某档节目采访的过程当中坦言说，赵丽颖看剧本还是很厉害的，他接谁是凶手完全是看到了剧本的扎实。当然不得不说，沈宇是个很难演的角色，即便很多看过剧本的人居然也说目前为止没有人猜对凶手是谁，我也开始期待了。随后呢，任达华还特别的强调了一下自己天天包剧的最大的诚意。他表示说，现在自己每看完一集谁是凶手，他就会给赵丽颖发个微信。于是乎，包打听的那个好事的记者便好奇的问他个中的原因的时候，任达华则是大大方方的透露说，最近和当年的天王巨星谢霆锋、刘德华每看一集，就和他们打赌请客，猜谁是最后的大 boss。
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可以作弊，因为我早就有了赵丽颖的微信了，我怎么可能会输呢？说到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无耻的操作，让现场的观众们都笑作了一团了。同时大家伙也都被任达华的无比的坦诚成功的破防了。说实在的，跟赵小刀交朋友的话，将心比心，坦诚相对就对了。不可否认，赵丽颖作为85后的小花表演者，谁是凶手里面的神语，已经让无数人看得到赵丽颖的蜕变成长了。2021年对她是个尤其艰难的一年，不仅仅是离婚，更因为是造反，结果苦尽甘来，一部《谁是凶手》便成功的让人看到了来年的希望和转型的喜悦。能让任达华、谢霆锋、刘德华这些上一代的影视巨星们都齐齐的陷入到了赵丽颖空洞眼神杀所成功营造出的重重迷雾当中，无法自拔，这就是一个演员于无声处的最拽的成功之处了。以至于这个赵丽颖甚至让老戏精任达华都欲罢不能了，成功的烧脑了，并且是成功的短路了。居然想要通过最后的这个耍赖作弊的方式，去寻找更多的细节和线索，去找回自己的那一点面子。这种迷弟迷妹才会有的年轻的可爱，您喜欢吗？如果您非常喜欢的话，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巨星破防这4个大字，因为坦率好玩的巨星任达华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坦诚了自己迷弟迷妹迷剧的超可爱的心情。这种为演技所折服，为精彩而叫好，为欣赏而破防的率性，我真的是很喜欢。您是不是也是呢？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斐夫妇网炸 CP 依然能够命和重聚，野蛮拿奖，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力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复习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可以点亮了所有的黑夜，可以带来了全部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时我也特别的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